时隔4年多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重启，备受各方关注。26号中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首尔成南机场，开启为期2天的访韩之行。这是中国总理时隔9年再次访问韩国。27号，李强总理将同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3国领导人会议、中日韩工商峰会等重要活动。当地时间26号中午，国务院总理李强乘坐包机抵达首尔成南机场，韩国政府高级官员和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等到机场迎接。当天下午，李强在首尔会见韩国总统尹锡悦。李强表示，建交30多年来，中韩坚持相互尊重、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双边关系发展迅速，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希望韩方同中方一道，把握两国友好互信的大方向，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韩关系向好发展，走稳走实。中方愿意同韩方一道继续努力，坚持做彼此信赖的友邻、相互成就的伙伴。我们也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为推动双方面的合作和地区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李强指出，中韩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经贸合作基础扎实，潜力巨大，双方要携手开拓新领域，拓宽合作面，共同抢抓更多发展机遇，抵制把经贸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维护两国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中方愿同韩方在务实平衡基础上，加快推进中韩自贸协定第2阶段谈判，深入推进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加强高端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加强外商投资服务保障，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更多韩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双方要活跃开展地方教育、体育、媒体、青少年等交流，持续增进民众相互理解和友谊。中方愿同韩方加强多边领域沟通协调，共促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尹锡悦表示，韩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将一如既往坚定致力于发展韩中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拓展共同利益，推动韩中关系进一步发展。中韩双方还同意适时举行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副部级外交安全2+2对话，适时启动中韩1.5轨对话交流机制，加快推进中韩自贸协定第2阶段谈判，发挥好经济部长会议和产业投资合作、产供链合作、出口管制对话等沟通机制作用，重启中韩人文交流促进委员会和青年交流，进一步为两国人员往来提供便利。现在确实中韩关系的这个经济合作处于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一个是呢，我们的双边贸易额实际上现在是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呢，双方为了这个进一步的扩大，或者说进一步的稳定和扩大双边的这个贸易还是要做大量的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另外，在社会人文交流这方面呢，我想双方也会进一步的增进两国国民之间的这种相互友好的这种情感，来促进双边关系稳定发展。中韩自贸协定自2015年签署以来，已先后8次进行关税削减，协定项下享汇进出口均大幅提升，拉动中韩双边贸易投资显著增长。中韩此前已启动第2阶段谈判，以负面清单模式开展高水平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磋商。迄今，双方已举行9轮正式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26号下午，李强还在首尔会见了韩国三星集团会长李在镕。李强表示，经贸合作是中韩关系的压舱石，中韩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三星对华合作是中韩两国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希望两国企业深挖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中韩经贸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更好实现合作共赢。中国大市场将始终向外资企业敞开，欢迎三星等韩国企业继续扩大对华投资合作。李在镕感谢中国政府为三星在华生产经营提供的大力支持，表示三星将坚持在华发展，致力于做中国人民喜爱的企业，继续为韩中互利合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外界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不断施压盟友在芯片领域一同对中国进行无理打压，早已令全球产业链和行业人士叫苦不迭，其中就包括多家韩国企业。韩国日报评论说，为了对付在高科技领域猛烈追赶的中国，美国提出了与盟友一起将中国排除在主要供应链之外的战略，立足中国市场做大做强的韩国半导体和汽车企业被迫在美国还是中国之间做出选择。我的身体太重了，不能离开中国。韩媒称，这句话形象描述了韩国企业的心态。对于美国要求韩国对华实施半导体技术出口管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此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国与国之间开展贸易科技合作，应当有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希望韩方做出正确判断，共同抵制将经济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的行径。韩民族日报近期就发表评论文章指出，随着美中战略竞争的加剧，中国与美国盟友韩国的关系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尹锡悦至少要与中国保持最起码的平衡。除了与尹锡悦会面外，抵达当天，李强还在首尔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李强表示，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首相先生在旧金山举行会晤，并达成重要共识，重新确认全面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引领。希望日方重信守诺，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问题，与中方一道相向而行，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事关全人类健康，希望日方切实履行自身责任和义务。岸田文雄表示，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日方愿同中方保持和加强两国合作良好势头，全面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双方同意加强各层级对话沟通，适时召开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会议。今天上午，根据人社部发布的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信息，任命华春莹为外交部副部长。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华春莹女为外交部副部长。据公开资料显示，华春莹1970年出生于江苏淮阴，18岁时以全县第1名的成绩被南京大学录取。华春莹从事外交工作30余年，曾在外交部欧洲司以及欧洲和亚洲地区工作过，拥有较丰富的外交经验和良好的沟通能力。1993年，23岁的华春莹大学毕业，进入外交部工作，历任西欧司科员、驻新加坡使馆随员、西欧司参秘、驻欧盟使团参赞、欧洲司参赞、新闻司副局长、新闻司司长等职。华春莹是继李金华、范慧娟、张启月、江瑜之后，外交部历史上第5位女发言人，也是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建立以来的第27位发言人。2012年11月16号，她首次以外交部发言人身份出现在外交部新闻发布厅与媒体记者见面。2019年7月，华春莹接替陆康，升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公共外交办公室主任，成为继首任司长龚派以后，外交部新闻司第2位女性司长。2021年10月，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分管新闻、礼宾以及翻译工作。在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期间，华春莹有过多次让人印象深刻的发言。她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金句频出，多次出圈。华春莹曾经在回复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让中国感到恐惧的言论时表示，肯特尔说要让中国感到恐惧，我建议他去问问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同不同意。2020年2月14号，华春莹的英文社交平台账号正式启用。在发布的首条英文信息中，华春莹写道：“寒冬总会过去，春天必将到来。”配图是在寒冬中盛开的梅花。在日前，解放军持续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之际，美国总统拜登25号在一场演说中重申美国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所谓决心。同时，美国又宣布联手近30个国家举行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参演国家和投入兵力规模均创历史新高。虽然美国此前扬言要邀请中国台湾地区参加，但最终却没敢落实，透露什么讯息？美国海军22号宣布，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将于6月26号登场，并持续至8月2号，主题为伙伴、整合并做好准备。
据悉，今年环太军演共29个国家参与，将出动40艘水面舰艇、3艘潜舰、14国陆军部队以及150多架飞机，参与人员超过25000名。参演国家舰艇和陆军部队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军事演习，环太军演2年举行一次。相比2022年的演习，此次新增比利时、巴西和意大利3国，其余26国此前都曾参加，包括亚洲的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印尼、以色列等国，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等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汤加，美洲的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等国。这其中既有美国的亲密盟友、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澳英美3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成员国，也有不少南海、台海周边国家。美军第3舰队司令迈克尔·博伊尔中将将担任此次演习的联合特遣部队司令，而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等国的军官和防务人员也都在演习中担任指挥任务。按照以往惯例，演习内容将包括反舰、反潜、反水雷、2栖登陆作战、海上机动、防空演习以及海上拦截与登舰检查、海上救援、爆炸物处置等。美国海军新闻稿指出，此次演习旨在利用参演国之间的互操作性，实现各自国家目标，增强国际联合部队吓阻和击败主要大国的所谓侵略能力。观察指，从美方通稿来看，印太地区无疑是此次军演的一大重点，而由于该地区并非像北约一样存在固定机制，因此环太演习则成为美国与其盟友在该地区培养所谓默契的绝佳契机。由此看来，本次环太军演针对中国的意味十分浓厚。值得一提的是，民进党当局虽多次表明意愿，希望参与军演，最终仍被排除在外。曾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的戈德斯坦对美媒分析，当前中美在台海、南海等地区博弈日趋激烈，适逢美国大选年，美国也不愿看到台湾方面产生错误解读，让台当局对美军所谓协防衍生过度期待。此外，若真邀请台湾方面加入环太军演，也会令其他参与国十分为难。值得警惕的是，就在宣布今年环太军演消息后，美国随即联合日本于24号，也就是解放军开展围岛演训的同一天，也宣布将在6月开展名为“英勇之盾”的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透露，此次英勇之盾军演时间为6月7号至18号，自卫队将有约4000人参加。美军与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将使用日本国内9个都道县的设施，开展各种训练。日本防卫相木原人表示，参加演习并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努力扩大与志同道合国家的伙伴关系，对日本至关重要。英勇之盾系列演习是美国2年一次的实地训练演习，重点在多域环境中进行跨军种、跨地域的联合训练，强化太平洋地区各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是美军在印太地区规模最大、实战化程度最高的多军种演练。该演习在2006年首次开展，今年为第10届。从往届情况来看，英勇之盾演习完全由美军部队参与，今年首次有外国军队加入。同时，美国在印太地区拼凑排他性小圈子，拉拢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做法也日益明显。本月初，美日澳3国防长在夏威夷举行3方会谈，签署了推进先进技术领域合作的协议，并商定将在今后2年进行 F-35联合训练。而就在上个月，美国与菲律宾刚举行了2024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动员超1.6万人，打破了历史规模。此外，参演国也进行了扩容，除美菲人员外，还包括大约150名澳大利亚军事人员和100名法国海军人员，以及包括日本、印度在内的14个国家派观察员参与军演。值此敏感时刻，五角大楼24号宣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下周访问新加坡，并将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与中国军事高层举行面对面会晤。分析认为，当前情势下，中美举行军事对话既有必要性，也有紧迫性，将有助于双方划清不可逾越的红线。近期美国在对华政策的言行之中，的确有较多的破坏性。而且，美国的军方在涉华表态中，尤其烘托，
和强调竞争对抗的一面，这的确对中美总体军队关系的改善是不利的。我们还是强调啊，在中美关系处在关键转折的时候，包括军队在内的各领域都应当负责任地去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推动彼此关系沿着可控、稳定、建设性方向发展，同时确保中美军事领域中间的合作和互信逐渐能够累积出一种成果出来。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乌克兰约18%的土地，并称支持在当前现实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则批评俄方并不是真的想要结束战争，并呼吁各国参与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普京24号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表示，俄方从未放弃谈判进程，是乌克兰方面表示谈判终止。乌克兰方面回到谈判桌不能基于一方意愿，要基于在白俄罗斯和土耳其谈判取得的成果以及当前的现实。普京表示，目前在俄乌冲突战争中取得的成果足以向俄罗斯人民宣布胜利。眼下，俄罗斯军队控制了乌克兰约18%的土地，近期在乌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继续取得进展。有消息人士表示，普京最近向他的部分顾问透露出对俄乌和平谈判进程的失落情绪，因为他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考虑会谈，并且西方在阻碍和平谈判。熟悉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表示，普京可以长期作战，但也准备停火冻结战争。乌克兰26号则向媒体发布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和平峰会的视频讲话。泽连斯基在讲话当中指控俄罗斯扩大战争，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让乌克兰获得真正的和平，而不是短暂的停火。相关视频是泽连斯基24号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被炸毁的一间印刷厂录制，向媒体提供的视频全长6分21秒。泽连斯基使用英文演讲，配有音乐字幕等。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每天都在攻击边境城市哈尔科夫，这种恐惧持续了3年，生机勃勃的城市被烧成灰烬。他还指控俄罗斯正在不断扩大战争，新一批军队正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边境集结，俄罗斯准备在哈尔科夫西北90公里处发动进攻。他批评俄罗斯并不想要和平。Does Russia want a dialogue? Ukraine had the world's largest experience of lies from Russian during negotiations. Lies that in particular was Russian cover-up for preparing this war. And that's exactly why global efforts are needed. Global Peace Summit of the leaders whom Russia will not be able to deceive. Summit that will show who in the world really wants to end the war and not just claim the ceasefire.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与瑞士一道筹备6月15号开始的和平峰会，已有80多个国家确认与会，希望有更多国家的领导人能够亲自与会。据悉，加拿大、德国等国领导人已经明确计划参加和平峰会。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彭博社、乌克兰基辅邮报等媒体报道，作为乌克兰最有力的支持者，美国总统拜登却可能缺席这次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报道称，随着美国大选临近，该峰会与拜登计划参加加州的一场竞选筹款活动时间相冲突。另一方面，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24号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表示，北约盟国现在是时候考虑是否应该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的部分限制，特别是在靠近乌俄边界的哈尔科夫持续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乌克兰不能使用原乌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因此很难进行抵御。斯图尔滕贝格重申，北约没有向乌克兰派兵的计划，北约的目标仍是支持乌克兰的同时避免直接卷入冲突。对此，意大利安莎通讯社25号援引该国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塔亚尼的话报道称，意大利不支持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的主张。塔亚尼警告称，此举将导致军事升级。他说，真正的疯狂会将世界推到核战争的边缘。我们的军事装备应在乌克兰境内使用。
24号，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接受匈牙利媒体采访时表示，因为不想参与北约在乌克兰的军事任务，匈牙利正在重新定义该国在北约组织中的角色。欧尔班透露，随着俄乌冲突的发展，北约正在考虑在未来几年内为乌克兰提供更具有可预测性的军事支持。对斯图尔滕贝格的计划，匈牙利方面表示反对。欧尔班说：“我们不赞成这样做，也不想参与对乌财政或军事支持，即使是在北约的框架内。”欧尔班表示，匈牙利正在研究如何在保留北约成员国身份的情况下，不参与在北约领土以外的军事行动。另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总理舒尔茨24号在一场活动中表示，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舒尔茨称，向乌克兰提供的这种射程达500公里的武器，可能引发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舒尔茨还表示，德国不可能派遣部队进入乌克兰，德国政府的责任是援助乌克兰，但也要防止冲突升级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正午短评热点直说，有消息人士透露说拜登出席完意大利 G7 峰会之后，并不会前往附近的瑞士参加乌克兰和平会议，而是直接飞回美国。拜登不出席，表面原因是要参加筹款晚会，那实际上更大可能是对乌克兰不满，因为现在的乌克兰已经成为拜登竞选连任的负资产。那其实这一次瑞士会议因为没有俄罗斯的参加，更多的是乌克兰争取国际支持的一种手段。但如果拜登不出席，效果呢又无疑会大打折扣。也正因为如此，泽连斯基26号才公开呼吁拜登要参加。那至于俄罗斯，普京最近多次提到了谈判，那这一方面是在外交上对冲瑞士的乌克兰和平会议，那另一方面则是盯着美国的大选。因为目前特朗普是处于领先，而特朗普25号再次表示，如果他赢了，将迅速结束俄乌冲突。